国防部再次重申，中国矢志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发展武器装备，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发展。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北约新战略概念却首次提及中国，抹黑中国对北约构成系统性挑战。北约峰会首邀日韩澳新参加，是否试图将触角伸向亚太？北约目前已经成为美国以及欧洲的这样一个西方国家，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这个阵营对抗进行军事扩张的一个工具了。美军侦察机接连现身台海周边，想刺探解放军哪些军事情报？号称如同一部电磁信号吸尘器，可以在对探测范围内的各种电子信号实施侦查接收。美媒披露，美军兵源告急，严重程度近50年之最。美国人为何不愿参军？第一个原因呢，肯定就是说现在这个美国厌战情绪比较高啊。常年在海外掀起战火，美军退役士兵的梦魇来自哪里 I started seeing images of bodies that I'd picked up and just horrible pictures in my mind, images, and then 俄方宣布拿下利西昌斯克，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州，将对冲突走向产生怎样影响？6月30号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在回应中国在福建舰之后是否会继续建造更多大型航母时表示，对于中国航母的后续发展计划，将按照国家安全需要和装备技术发展情况综合考虑。中国发展和改进武器装备，不针对任何国家和特定目标，不会对任何国家和地区构成威胁，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值得指出的是，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6月29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北约国家时隔12年公布新的战略概念，并首次提及中国，声称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网络安全等多个方面对北约构成系统性挑战。分析指出，北约新的战略概念不仅抹黑中国对外政策，还对中国正常的军事发展和国防政策说三道四。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重申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也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上重申中国的立场，以正视听。我觉得这次谭克飞的这个发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外界，特别是这次北约峰会上对中国国防政策的这种怀疑或者抹黑的一种回应。我们知道中国坚持的这种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是基于中国对整个国际形势它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的一个判断，是基于中国的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的这样一个要求也是基于中国的这样一种和平发展的这种文化传统来决定的。所以它不会因为中国自身实力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有评论也指出，中国发展航母力量也是为了应对各种挑战，以满足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发展利益的需要，而不是像美国一样搞军备竞赛，谋求军事霸权。防御性的这种国防政策呢，我觉得它的这个根本的这个含义或者内涵呢，就是说我们不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去扩张、去主动的攻击这个别的国家，但是对于这个别的势力的这种侵略或者挑衅，我们拥有自卫的权利。这两个我觉得是并不矛盾的。美日还拿中国海军编队正常远海巡航训练说事，尤其是日本日前就将矛头指向拉萨舰。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6月30号发布消息称，中国海军2艘导弹驱逐舰和1艘补给舰6月29号至30号从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北上进入东海。共同社称，中方这3艘舰艇6月份绕日本列岛1周，航行的天数大约为20天。日本防卫省还特地发布航行轨迹。6月12号至13号，拉萨舰编队穿越对马海峡向北航行。
6月16号，东平湖舰穿越金青海峡向东航行。6月17号，拉萨舰和成都舰穿越宗谷海峡向东航行。6月19号，这3艘军舰在日本本州岛东部海域汇合，并向南航行。6月29号晚，拉萨舰编队穿越宫古海峡，进入东海，向北航行。从它具体的这个航迹来看就是说从对马海峡进从金青海峡出，然后在日本本州以东的这个海域活动，最后呢从宫古，然后再进入到东海，可以看出我们确实是围绕着日本列岛一周。那么这在客观上，我觉得也对日本是一种提醒或者是警告，是对日本近期在台海，包括在我们这个周边的一些问题上也包括他这次在北约峰会上的等等一系列问题上，不断的对我们进行挑衅挑事施压的一种回应和反制。这次北约峰会还首次邀请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4个亚太国家参加。要知道，北约全称为北大西洋公约，是2战后美国为了遏制苏联，联合欧洲国家组建的军事同盟。然而，苏联解体后，这个军事同盟不仅保留了下来，规模还在不断扩大。现在更是试图把触角伸向亚太地区，以遏制中国发展。美国希望北约这样的一个军事联盟能够在亚太发挥作用把它在亚太的这样的一个多个的双边的这种组织慢慢的纳入其中逐步的推动形成亚洲版的这个北约。而北约的其他的欧洲国家它也希望在亚太这样的一个世界未来的中心地区显示它的存在，发挥它的作用。北约目前已经成为美国以及欧洲的这样的一些西方这个国家，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这个阵营对抗进行军事扩张的一个工具了。需要警惕的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北约峰会的讲话中直接点名东海、南海，他甚至还直接叫嚣，明天的亚太可能会成为今天的乌克兰。我们要认清日本对我们在国际上进行抹黑的这样一种企图就日本不断的渲染中国的威胁，它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对中国进行进一步的孤立和打压。所以我们要认清我们也应当做出相应的舆论和法理的这种反应我觉得北约的这些欧洲国家它和东亚距离非常遥远，而且内部的这种分歧也很严重未来如果发生真正的这种冲突矛盾，很可能对于日本和韩国来说，就面临着北约这些国家就是口惠而实不至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境地。不难看出，日韩澳新参加北约峰会是美国在背后极力推动。美国的想法就是让他们成为北约染指亚太的落脚点。不仅如此，美国近来还接连在台海地区进行挑衅。6月24号，美海军派出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飞越台湾海峡。6月28号，美海军一架 EP-3E 电子侦察机和美空军一架 RC-135W 电子侦察机分别在台湾海峡南口和黄海、东海附近活动。台湾媒体还报道称，24号美海军 P-8A 以由南向北方式飞行，全程开启航空识别器。当时解放军军机立即以接近领空为由，广播要求美军机立即离开，否则予以拦截。中美两军军机在海峡上空对峙长达20分钟。除了美国以外，澳大利亚、加拿大近来也派出军机频频抵近中国家门口进行侦察，挑衅意味十足。实际上，目前来看呢，就是多国对我们进行这种侦察挑衅，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常态了。对多国的这种侦察，我们也有一套有效的应对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在对我们进行侦察的时候采取措施保护好我们重要的装备和重要的活动的这种信息的安全，对域外国家的这种侦察行动采取这个有理有据有节的这种驱离这种行动，对他的这种挑衅我们也对赌升级等等。对于我国航空母舰的后续发展，外界非常关注。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大校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将按照国家安全需要和装备技术发展情况综合考虑。请教一下石先生，您对此是如何分析？谭克飞大校说的话呢很灵活，但又都是实话。那如果我国未来面临的安全环境呢更加复杂，面临的威胁呢更大，那自然呢就有必要呢发展更好的航母，建造数量更多的航母了。那这就是呢需求决定的。那还有呢，装备技术的发展也是跟航母的发展呢密切相关呀。你比如说，同样是大型航母，那有常规动力的，也有核动力的。那自然呢，大家都知道核动力航母呢更好。但是要想发展，要想建造呢核动力航母，你首先得攻克呢建用大功率核反应堆技术啊，就可以看出来，要发展的航母，也是呢跟装备技术的发展呢密切相关的。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中国海军拉萨舰、成都舰和东平湖舰组成的海上编队，在上个月绕日本列岛1周，航行的天数约达20天。请教一下白先生，去年服役的拉萨舰首次远海训练，主要检验哪些方面战力呢？日本频频炒作中国海军的正常巡航与训练，背后有什么险恶用心？首先呢，我们说对于拉萨舰来说，它其实这种远航训练呢，它是验证多方面的这种能力，包括可能我们说会遭遇到其他国家的这种海上编队的，比如说是抵近的侦察或者是伴随。那么这些情况之下呢，我们的海军的官兵会得到进一部分的训练，而且呢，跟这个战舰的配合度也会得到提高。那么从装备本身来讲，我们说055呢，理论上讲可以作为海军的航母战斗群和大型驱逐舰队的这种指挥舰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在远航的过程之中，怎么样利用自身相对来讲比较强大的这种，比如航电这种舰上的电子系统啊，包括雷达和其他的一些这种指控系统，来去协调整个编队的行动。那么这个其实也对055来讲是应该要去认真的学习和锻炼的一个相关的科目。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整个编队，我们说在远航的过程之中，大概在多长时间内能够赶到相关的这种交战海域，包括在过程之中可能会有哪些的问题，这个呢其实对于中国海军的整个未来的，比如说是这种相关计划的制定啊，包括如果说假如在有一天在某些相关的海域出现冲突的时候，那么相关兵力的投送可能都是一个必须要考虑和研究的科目啊。除了美日经常在周边进行军事挑衅以外，连加拿大也派出军机前往我国临近空域进行侦察活动。在遭到解放军战机驱逐之后，加拿大方面还恶人先告状。请教一下白先生，这释放出一种怎样的信号？我们觉得呢，加拿大方面的这种表态也好，包括它的这个整个行动也好，实际上就是一种很不专业，甚至我们讲可以说是带有浓厚冷战色彩的行动。那么加拿大方面呢，这一次恶人先告状，我们讲他其实也是为了给自己去进行遮羞。首先我们说，对于他域外国家来讲，他为什么要把飞机飞过来，这个没有任何的正当的理由。还有一点就是加拿大方面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会宣称自己已经跟着美国干了很多年，那么借此呢试图把这种相关的这种不合理不合法的行动呢变成一种所谓的常态。这个呢我觉得也对加拿大来讲应该是一种可以说是这个无理也要搅3分的行动啊。那么总的来说呢，对于加拿大也好，对于包括我们说美国也好，那么在南海在这个所谓的西太平洋方向的这种强行的挑动军事对抗，而且要保持自己所谓军事存在的行动呢，最后呢一定会被扫到历史的垃圾堆中。日前，美国媒体披露，美军出现近50年来最严重的兵员告急问题。离年度截止日不到3个月的时间，五角大楼却只完成了2022财年合同兵征兵计划的40%。美国年轻人被问及会否加入美军服役时，只有11%的人回答肯定或可能。那么，美国年轻人为何不愿参军？五角大楼试图提高待遇、降低标准、补充兵员，会对美军实力造成多大影响？6月27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五角大楼官员的话称，美军同时遭遇志愿兵严重短缺和不适合服役人员数量增加的问题，面临近50年来最严重的兵员不足问题。报道指出，美军目前有130万现役兵力，由于减员和退役等因素，每年需要招募超过15万名新兵，才能达到其总体最终实力目标。据了解，9月30号是美国本财政年度的截止日期，年度征兵计划也要在这一天完成。但目前美军5大军种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亏空。
目前情况最好的是海军陆战队，海军的情况也不算太差。最年轻的军种太空军招兵目标不到500人，完成不完成无关痛痒。空军的情况不容乐观，本财年计划招募5万人入伍，现在仅招募了4.6万人不到，要补齐4000人恐怕不易。最糟糕的是陆军，其招兵计划仅完成了约40%，无论如何难以在截止日前凑齐。因为陆军它每年征兵的人数最多，比如说你要是海军，可能一年征3万8、4万这样的一个数，陆军它就得征到7、8万。所以说呢，陆军加上它就技术含量不是很高啊，这个对于未来找工作帮助不是很大，所以这个大家都不爱去陆军。所以说影响最大的铁定是美国陆军。据美媒报道，美国出现了自取消征兵制以来最严重的兵源荒，面临近50年来最严重的兵源不足问题。请教一下白先生，美国此前发动太多非正义战争是主因吗？二战之后，美国所发动的历次的这种对外战争，没有任何一个是所谓正义方面的，全都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或者讲就是美国国会和美国的这个政界、军界的一些人的这个小圈子的利益，来去把战争强加给相关国家的这种老百姓。那么这样的行动呢，我们说对于美国人来讲，其实也是等于把战争强加给了美国的老百姓。其次呢，我们说美国军队啊，虽然不断的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但是我们看到它内部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歧视也好、虐待也好，其实问题是很多的。我们看到无论是这种有色人种的歧视问题，包括上级对下级的虐待问题，包括男女之间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压制也好，包括我们说其他的性侵事件也好，就是美国内部的，由于比如说是经济啊、阶层啊，包括这个我们说文化呀，包括民族上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矛盾，在军队内部其实要被放大。还有一点呢，我们说对于那些真正战死的老百姓来讲，他们能得到什么呢？他们其实什么也得不到。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美国的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要把自己抛到一个危险的境地，而是为了美国国内的一些政界、军界的、商界的要员去争取利益的？通过军事影视剧进行征兵宣传，可以说是所有国家的做法。1986年得到美国军方大力支持的好莱坞大片《壮志凌云》热播后，在美国国内掀起参军热潮。今年美国军方试图故技重施，推出《壮志凌云2》，尽管票房不错，却一点也没有起到美国军方希望看到的效果。请教一下白先生，从两者的对比说明了什么？我们看到，在60年代啊，越战时期，其实美国军队在影视屏幕、在好莱坞的这个表现之中，那相当的邪恶。但是从上世纪的70年代之后，美国的军方利用自己的政治啊、军事啊，还有其他方面的这种影响力，开始对好莱坞进行控制。那么现在有了这个所谓国防部的电影联络办公室啊，原则上来讲，它是国防部公共事务办公室的一部分。那么这些相关的这种，就是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渗入到好莱坞、渗入到美国影视创作这种相关的触角，使得美国银幕上啊美军的形象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从这个完全的负面变成了近乎正面啊。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是因为美国军方的有意识引导。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大片，不光刚才说的《壮志凌云》，包括像《侏罗纪公园》啊这些，其实美国军队的影子，包括这种触角是随处可见的。但是呢，这种方式就是通过在电影上面创造所谓的假象，然后来忽悠美国的年轻人参军。过去美国年轻人可能真正接触了解美军的途径很少，但是现在我们说在社交媒体大爆发的时代，那么美国年轻人难道不知道美国军队犯了哪些罪行，内部有哪些问题吗？所以我们说光靠这个虚幻的好莱坞所编织的所谓美国梦来忽悠这些年轻人，我觉得应该来讲是忽悠不住的。俄方宣布拿下利西昌斯克，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州，将对冲突走向产生怎样影响？军情直播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军情直播间。7月3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防长绍伊古向总统普京汇报了控制卢甘斯克地区的情况，并表示，俄军与卢甘斯克武装目前已经完全控制了利西昌斯克市及其周边各居民点。这也意味着俄军已经占领了卢甘斯克全境。那么，这将对俄乌冲突走向产生什么影响？从进入利西昌斯克到完全控制，俄军只用了不到1个星期，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美西方不断拱火，加码军援，试图让俄乌冲突长期化，是否即将宣告破灭7月3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撤离利西昌斯克时炸毁并毁坏了包括市政厅在内的部分重要的行政大楼。俄军在被炸毁的市政府前面插上了胜利红旗。控制利西昌斯克市意味着俄军已经控制了整个乌克兰卢甘斯克州的所有大城市。不过，在俄方公布占领控制利西昌斯克的消息以后，乌军急忙出来否认。根据俄媒日前公布的画面显示，由米35武装直升机与米8运输直升机组成的空中编队低飞快速地掠过利西昌斯克附近的田地，冰雹多管火箭炮也排成长长的车队驶向利西昌斯克。Техника выходит на боевые рубежи, причем не как обычно большими колоннами, а наоборот мелкими группами. БТРы. А дальше машина разбивается. И что важно, все это удары артиллерии, причем с двух сторон. 根据外媒的报道，俄乌双方在利西昌斯克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俄军延续了近距离火力压制的打法。俄媒战地记者随军拍摄下了炮火中的现场。Посадка, вон противник. Вот так вот здесь проходят дни, все в воронках. 在这场火炮大战中，俄方还出动了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装备——斯大林之锤重型榴弹炮。尽管这是一款老装备，依然给乌军造成了重大杀伤。Батарея, цель 100, 1 снаряд зарядить. 333! 52-го года орудие. Называется Кувалда Сталина. То есть ствольную мы выбили, да? Ну,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А 155-ю? 155-й мы буквально 3 дня назад засекали, открыли огонь по ней. Они быстро ротировались и убежали. 俄军当下在利西昌斯克的这种作战当中，的确啊，双方都是动用了火炮。那么俄军的火炮明显占优势。实际上这种火炮，当然西方总是说他们提供乌克兰的火炮性能更先进一些，特别是发射某些炮弹的时候，比俄军相应的型号打得更远。但实际上双方的这个炮战往往没有发生在这个火炮最远的这种射程距离，而相对来说都比较近。那么在这种比较近的距离之内，实际上火炮的数量就占了很大的优势啊，因此一些老式的火炮可能射程不太远，但是只要有数量优势，还是会压制乌军。利西昌斯克炼油厂是乌克兰规模最大的炼油厂之一，成为了双方交战的主战场之一。英媒记者在随同乌军一支部队撤离时表示，乌军受到了猛烈的攻击。Конечно, обидно тоже, если мы просто его считаем почти отдали. Северодонецк, да, нас там задавили, а с Лисичанска просто начинаем уходить. 乌军一名营长表示，他们并非撤离，只是转移到一个更加有利的阵地上去。不过，英国天空新闻、法国消息报等西方媒体报道，已经有大量的乌军从利西昌斯克撤离。俄罗斯方面也发布消息，乌军在利西昌斯克损失惨重，有一些乌军士兵以及外国雇佣兵从利西昌斯克逃离。Противник несет 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потери. В ходе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в районе Лисичанского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его завода большие потери нанесены 10-й горно-штурмовой бригаде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краины. По словам пленны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данной бригады, 108-й батальон разгромлен полностью. Из 350 человек этого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осталось только 30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Действующих на Лисичан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х 115-й механизированной, 79-й десантно-штурмовой и 25-й воздушно-десантной бригад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краины. Крит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с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ием.
Из-за голода фиксируются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 случаи оставления позиций и дезертирства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面对这种局面，西方国家又坐不住了。美国总统拜登在北约峰会后的记者见面会上公开表示，在奥斯汀防长的倡议下，50多个国家做出了新的承诺。拜登所提及的承诺是指加大武器系统的援助，包括了14万套反坦克系统、600多辆坦克、近500套火炮系统、60万枚弹药，以及先进的多管火箭炮、反舰系统和防空系统。这一清单既包含了常规的武器弹药，也包括了乌克兰军队迫切需要的重型远程武器系统。俄罗斯独立报发表题为“北约要让乌长期战斗”的文章指出，在俄罗斯于顿巴斯取得一系列战术胜利的背景下，西方继续表现出用军事资源支持基辅的决心。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和英国首相约翰逊也都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对抗可能要持续数年，向乌克兰军队提供现代化武器将增加其获胜的可能性。当然，西方也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俄军这么大的弹药消耗量是无法持久的。我个人持一定不同的看法，因为我觉得俄军的弹药应该是有充足的储备，特别是普通的炮弹、普通的火箭弹。当然，我觉得俄军也有问题，就是俄军如果迟迟的达不到特别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的话啊，那么这种消耗一直消耗下去的话，对俄罗斯本身的国力也是有不利的影响。而且这个即使是普通弹药消耗到一定程度，它还是需要补充库存，这个又要花大量的经费啊，然后制造厂也需要时间去制造补充，这个都是对俄罗斯不利的，所以西方可能也是借机尽量的让这个战争拖的时间长一些啊，尽可能的来消耗俄罗斯。所以这个冲突一天不停止的话，实际上对双方来说都是有一定风险的啊。对俄罗斯来说，可能也不愿意看到这种久拖不决的局面。